乔涵拿起了锦盒，打开来看了看后，便合上了盒子，问着弟弟：“这是你买来哄哪个红颜知己的吧？不是姐姐喜欢的款式。”他将锦盒扔回给弟弟：“姐也不缺这东西。浩宇这2天疯狂给我买珠宝，就女人的衣服啊、高跟鞋等等，他不差东西，他自己也多的是钱。那若是喜欢再贵的，他也买得来。那准婆婆也给他送了很多珍贵的珠宝首饰，只是啊，他不习惯戴而已。那连战奶奶都送了他几样贵重的见面礼。战奶奶是出生于民国，家里也有钱，只是后来有过败落的时候，之后又重新发家的。战奶奶收藏着的珠宝首饰啊，有些还是古董，很贵重的。她老人家娶了几个儿媳妇，每个儿媳妇都分了一点，还留了很多。本想说谁给她添个孙女，就将她半数的私房赠送给孙女儿的，结果她的半数私房愣是赠送不出去。有孙媳妇了，又都是他老人家给孙子挑选的媳妇儿，老人家一视同仁，每个孙媳妇儿都能收到他赠送的珍贵的珠宝首饰。老人家太有钱，就是这样赠送出那么多东西。他的私房依旧丰厚的很。他说的以后谁给他添了曾孙女，重重有赏。不过嫁入战家的女人都不抱希望。战家出了名的和尚庙嘛，网上数几代都没有女儿出生呢，就他们不认为他们有那么好命，能生下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千金小姐。乔轩酸溜溜地道：“姐有了战浩宇，就不记得弟弟了。战浩宇送给你再多东西，都是他的心意，又不是弟弟的心意。咱们姐弟一场，我第一次送条项链给姐，姐还不肯收，太伤我心了。这真是我为姐挑选的，并非是给我那些红颜知己挑的。”乔涵好笑的拿回了锦盒：“行了，别摆着脸在那里，我收下总行了吧？我要改行开珠宝店，你们送给我的珠宝，我可以卖出去大赚一笔。”他就是说说而已，不会真的那样做。他敢那样做，战浩宇能跟他急，他摆不平那家伙呀。乔涵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摆平不了战浩宇，那家伙就难缠得很。姐明天就不回公司了，公司里的事情都交给你吧，好好干。乔轩俊脸立即垮了下来，但又不好说什么，这是他答应了战浩宇的事，要是做不到，战浩宇就去父母面前告他的状。他这个乔家亲生的儿子，在父母面前都不如战浩宇有地位，谁叫他还是个单身狗呢？这年头，年纪略大点的单身狗，在家里都是遭到父母嫌弃的。姐，你们去哪里玩？乔轩问道。浩宇安排的路线，不管去哪里，只要和他在一起，姐就开心安心。也只有和战浩宇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才可以卸下所有，不用担心出事，万事有战浩宇呢。乔轩撇撇嘴：“姐有意与凤晴合作，你接手，跟他谈，但不要白天，尽量安排在晚上见面，不要大张旗鼓。凤晴不是以凤家少主的身份过来的。”乔轩也知道凤晴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事业，也怪不得姐姐那般的欣赏凤晴。凤晴在养父母家里生活的不好，但她却像小草一样顽强的成长，年轻寂寂就凭着她的头脑胆量打造出属于她的商业王国，是个厉害的会做生意的人。也怨不得姐姐老是想撮合她和凤晴了，那就是现在姐姐怕是都没有死心吧。因为海玲的出现，就让凤家以后谁上位成为未知数。若是凤晴退出，那她可以自由嫁人，不用招婿上门。姐姐想到的就是这一点，所以死了的心又得燃，还是想给她和凤晴制造机会。姐，我知道了。姐，凤晴身边有人的。乔轩意有所指地道：“让姐死了那条心，不要再想着撮合她和凤晴。他可以欣赏凤晴，但他对凤晴就是没有心动的感觉。况且凤晴身边有个全能的护花使者方瑶。”乔涵看着弟弟，
反问道：凤晴身边有人与你何干？我又没有说他身边有没有人，你怎么扯到这个话题上？是不是你对他有点意思？我一提到他，你就想到了那事。乔轩：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乔涵一副我信你有鬼的表情，就让乔轩觉得自己跳进了姐姐挖的大坑里。姐，我是真的不喜欢凤晴哦，也不是不喜欢，就是纯粹的欣赏吧。但我欣赏的女孩子多了去，提及弟弟那一大堆的红颜知己，乔涵就脸黑，赶紧的找个正儿八经的女朋友。就算浩宇不告你的状，你也不能再这样吊儿郎当下去。乔涵端着长姐的架子教训着弟弟。乔轩撇撇嘴，说道：我也想找个正儿八经的女朋友，但是爱情嘛，没有感觉真的谈不下去。我又不愿意将就，想将就，我可以娶10个8个老婆，谁叫你将就了？你只要跟你那些所谓的红颜知己疏远了，爱情呢就会来敲门了。你现在这样子，人家嫌你是个花心大萝卜，谁想理你？姐，不说了，咱不说那些了，咱们说正事，说赚钱的事。那这也是他来找姐姐的事。乔涵瞪了弟弟好一会儿，才跟弟弟谈着正事呢。而从乔氏集团出去的凤晴看到了方瑶，方瑶是特意在乔氏集团门口等他的。少主谈妥了吗？方瑶关心地问着凤晴。凤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乔总对我们凤氏集团不看好，就算我在乔总那里略有几分薄面，但公还公，私还私，乔氏的项目我们怕是拿不下来的。方瑶安慰的道：拿不下来就算了，咱们又不是只能靠乔氏这个项目生存，家主让你去医院，我陪你去吧。凤晴没有拒绝，说道：那行，咱们一起去医院，他是他最信任的人，陪他去医院，他也有个伴儿。那若是亲爸为难他，有他帮忙。方瑶回到自己的车上，凤晴重新开动车子。很快2辆车一前一后离开了乔氏集团，融入了外面的车流当中。20分钟后，2个人的车停在了医院的停车场上。方瑶先下车，然后快步走到凤晴车子前。等凤晴下车了，他便帮忙拿东西。凤晴给父亲买了2盒营养品，还有一篮水果。水果给我吧，挺重的。方瑶不让凤晴拎水果，哪怕凤晴比一般的女孩子力气大，她是个自小习武的人，力气更大，提着一篮水果轻轻松松的。凤晴没有跟方瑶客气，让她提着那篮水果，她则是一边手提着1盒营养品。2个人往住院部走去。走着走着，凤晴看到了凤若。凤若躲在角落里，应该是想等凤家主出现吧。凤晴看到了他，但他没有看到凤晴。方瑶看了凤若一眼，问着少主：要赶他走吗？家主铁定不想看到他。凤晴淡淡的道：随他吧，不让他见一见我妈，他都不会死心的。不死心就会一直做着美梦，美梦老是被打碎，看他能承受多少次。方瑶便不说话了。2个人呢，走进了住院部大楼。凤若缩在角落里，怕被认识的人看到。其实没有人认识他，来医院的都是看病或者探望病人的，就谁有心思去留意一个陌生人？凤若自以为自己在江城无人，不知无人不晓，普通大众谁管他是谁啊？与他们何干？关心他是谁？他们又得不到什么好处，都是为了生活四处打拼的人。多赚点钱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凤晴和方瑶2人坐着电梯上楼，来到了郑华住的高级病房。凤家主的贴身保镖呢，守在走廊外面，看到凤晴来了，保镖们连忙迎上前去，恭敬地问好少主，方先生。凤晴嗯了一声，我妈在里面吧？家主在里面。一名保镖体贴地帮凤晴敲了门，得到家主的回应后再推开门，请着凤晴和方瑶进去吧。凤家主坐在那小客厅里抽烟，一入病房啊，便闻到了烟草味。
凤晴蹙了蹙眉，她走过去，放下了2盒营养品，挨着母亲坐下，说道：“妈，你又抽那么多烟，别抽太多的烟，有害健康呀。”说着，她从母亲的手里拿走了那根好像刚点燃的胭脂，放在烟灰缸里掐灭了。烟灰缸里满是烟头，可见她还没有过来之前，就母亲抽了很多烟。凤家主被女儿拿走了烟，也不生气，他说道：“妈就是心里闷，抽支烟解解闷，你来了。”他看了方瑶2眼，方瑶放下了果篮后，恭敬地问好。凤家主点点头，算是回应了方瑶的问好。妈，你吃过饭了吗？没有胃口，不过妈让人送饭过来了，等会儿你和方先生一起吃。凤家主说着便站了起来，走进病房里去，对半躺在床上看手机的郑华说道：“老郑，女儿来了，我回去休息2天，等你可以出院了，我再来接你出院。”好的，你快回去休息吧，早就叫你回去休息的，你累着了，我心疼呢。郑华说话轻声细气的，脸上也是一副心疼的样子。那话听在凤家主的耳里，他想吐。哇，这个贱男人。不过他以后再也玩不到女人了。凤家主这样想着，心里好受点。郑华心里恨他，他也知道，不过他不怕。那在他的地盘上啊，郑华想对付他不可能。那郑华也没有那个胆子。他连儿女都可以赶出去的，还在乎他这个上门老公啊？凤家主转身走了。凤晴送着母亲出去，问了父亲的情况啊。你就在这里陪他聊聊天，1个小时后你的大哥会过来，他是长子，照顾你爸的事该由他带头。凤晴没说什么，母女俩也就聊了几句。到了电梯口，凤晴停下来，看着母亲带着保镖团离开，她转身回到病房里。方瑶刚给郑华倒了一杯温开水，郑华对方瑶也是客客气气的。家主或者少主身边的助理，没有人敢小瞧轻视了去，那是他们的心腹。连凤家主对方瑶都客客气气的呢。阿晴，郑华看到女儿回来了，老脸上堆出了微笑，看着女儿走过来。爸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凤晴在父亲的病床前坐下，客气地问着。最亲的父母却像客人那样客客气气的，没有亲近之意。看着住了1个星期院的父亲，脸色还是显得苍白，没有血色，人也苍老了10岁似的。那凤晴知道父亲的心里是备受煎熬的，身体上的痛，身体的残缺，狠狠地折磨着父亲的心灵。再加上在医院里没有办法保养，人不就显得苍老了10岁。爸感觉好多了，很快便可以出院。你妈对我照顾有加，体贴入微的，每天都亲自喂我吃饭呢。郑华温声说道。老七的确是每天3餐都会亲自喂他吃，但是不管饭菜冷热，他都照样往他嘴里塞。烫的时候烫得他的舌头都红，冷的时候连他的心都被冷得透彻。至亲至疏是夫妻啊，他对他也太狠了点儿。他又不是故意要和阿若搞在一起的，他们俩是被算计的。上次出轨的事呢，他也教训了他，那到底还要他怎么做，他才能饶了他？也自宫了，就以后他都不能再玩女人，那他还不满意吗？凤晴就笑了笑，爸妈其实还是很在乎你的呀，只是你实在是太伤妈的心了。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。郑华的笑容敛了起来，换上了后悔，他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，对凤晴说道：“是呀，是爸的错，是爸对不起你妈。你妈虽然为人强势，管爸管得很严，其实对爸对郑家算得上是有情有义的了。有时候郑华的确是后悔自己玩女人被老七抓个正着，但他实在是憋不住呀。他是70岁出头的人了，由于保养得好，像50岁的人一样，他也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还年轻得很。那方面
他也的确强了点儿，但是老七上了年纪后，跟他在一起也就是聊聊家常，聊聊儿女的事，再也没有了夫妻同房的事儿。那他就只能出去偷吃，怪就怪他保密功夫做得不到家，被人发现了，肯定是有人告诉老七，老七才能精准的捉奸的。那天老七刚从管城回来呢，说没有人告状，郑华是不相信的。那凤晴说到叔叔他们的日子依旧，凤晴知道亲爸最看重的是郑家人的未来，为了郑家人的未来，也是惧怕他亲妈的报复手段，亲爸才会选择自宫保命，保住婚姻，哪怕以后同桌异梦，他也认了，谁叫他不小心点呢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晴，你虽然跟你妈姓凤，但身体里也流着郑家的血，以后郑家有什么事，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呀。你叔叔姑姑他们对你也算不错的。凤晴淡淡的道，他们现在有自己的工作，只要他们认真做事，安安心心的，日子不会差的。若是遇到急事需要我帮忙的，我可以帮忙的自然会帮一把，那若是他不能帮的，别想让他破例。郑华听出女儿话里的意思，知道这个女儿就像老七一样冷心肠的很，也是跟他郑家没有感情，对郑家人有感情的是凤若。不知道凤若现在怎么样了。郑华温笑着，他们都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，还有你那些堂兄弟们都是老实人，老不老实凤晴不管，但他们别想打着凤家的旗号在外面胡作非为，他不允许别人拿他当棋子利用。爸，我知道的。郑华看着凤晴半晌，又看了方瑶一眼，似是在犹豫要不要说见他这样子。凤晴说道，爸，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吧，我们是亲生父女，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阿晴，其实你妈心里也有人的，只是那个人失去了踪影，你妈找我上门，只是为了生几个孩子，就她真正爱的人不是我。凤晴美眸忽闪，很快她说道，不管妈心里有没有人，和她结婚的人是爸，跟爸生了我兄妹几个，这几十年来，或许我妈不是一个合格贤惠的妻子，但她对郑家算是过得去的了，对爸是管得严了点，那也是爸给不了妈安全感，让妈无法信任于你，她才会那样管着爸。就是妈管得那么紧，爸不也找着机会出轨？母亲心里有人，凤晴是想不到的。既然母亲心里有人，还是跟父亲结婚，可能是对方家底也好，不愿意当上门女婿，所以离开了吧，这样子他妈才会和郑华结婚的。郑华不说话了，当年他给凤家主当上门的丈夫，图的本来就是凤家能给郑家带去的好处，他也以为凭着他的外表能将妻子迷得神魂颠倒，说不能在凤氏家族里当个撮正王呢。是他想的太天真，这几十年来老七从来没有放下过对他的防备之心，他在凤氏家族里呢，就如同摆件一样，可有可无的。老七开心的时候，他这个当丈夫的待遇才能好一点。他常在想，如果老七和心上人结了婚，会是这样相处吗？肯定不会。他若是对一个人好，就是掏心掏肺的，但那个人只忠于他的长姐，上任家族意外身亡后，那个人便不见了踪影。这几十年来，他一直都在找着他的下落，坚持着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只是找了几十年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郑华在心里盼着那个男人死了，毕竟对方不年轻的了，如果还活着，那是80、90岁的人了吧。爸，你要休息休息吗？凤晴不想和父亲说过去的历史，她一个当女儿的，就算知道母亲年轻的时候有过真心喜欢的男人，那又能如何？况且母亲就算心里有人，与郑华几十年的夫妻，也没有在外面包养个小白脸，比郑华好太多了。知道女儿不想和自己聊天，郑华顺势的倒看了一会儿电影，
也累了，那就躺下休息休息。凤晴想扶父亲躺下，方瑶代劳了。凤晴呢，便由着方瑶代替他扶着老父亲躺下。爸，我和方瑶在客厅里，你有什么事叫喊一声就行，等会儿我大哥就过来陪你。郑华说道，你大哥过来做什么？不是说了让你在医院里照顾爸2天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大哥也是爸的孩子，爸住院，让大哥过来照顾一下，有什么不妥吗？那这与我愿不愿意有什么关系啊？爸可不是我一个人的。郑华噎了噎后说道，你大哥要上班，我也要上班呀，我比大哥还要忙呢。郑华还想说什么，凤晴抬出了老母亲，说道，我妈叫我过来陪爸聊聊天，1个小时后就让大哥接手的。听到是老七的安排，郑华就不敢说什么了。哦，那他还是很想知道凤若怎么样了，但又不敢问凤晴。凤若怎么样了？他在那住院部门口附近躲着，盯着住院部的大门口看，等着养母的身影出现。他也等到了，凤家主在保镖团的簇拥下走出住院部，凤若就立即现身，飞跑过去。凤家主身边的贴身保镖可不是吃素的，凤若还没有近前，他们就先飞起了一脚，亏得凤若反应快，赶紧躲闪，才避开了保镖飞来的一脚。妈，是我，凤若妈。凤若赶紧叫喊着。哦，听到是凤若，那保镖团才没有再动脚，但依旧不让凤若近前。妈，看到凤家主脚下未停，继续走着，凤若边叫喊着边跟着跑。妈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妈，我是你养大的，就算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一出生就是被妈当成亲生女儿养大的。我什么性格，妈是知道的。我怎么可能会，妈，我是被陷害的。妈，你别走呀，妈。凤若极力想去拉住凤家主的手，无奈保镖团不让他近前，他只能边解释边跟着跑，希望养母能听进去他的解释吧。要赶他出凤家大宅就赶吧，不让他再姓凤，他改回原姓便是。但是请把他之前的财产都给他吧，没有钱他日子过得清苦，寸步难行呀。特别是3个嫂子还经常落井下石，带着他就使劲的欺负他，辱骂他，讽刺他。那他也跟3个嫂子打了几次架，到了现在，他哪里猜不出是谁在算计他，坑害他，就是他3个好嫂子。在他还是凤家少主的时候，3个嫂子对他多好呀，好妹妹好妹妹的叫啊，就现在却联手害他。妈，我知道是谁害我和爸的，是我3个嫂子，那瓶酒是大哥从他房里拿给爸的，大哥不会这样对我们，肯定是大嫂呀。妈，凤家主上了车，凤若扑过去，连车门都摸不到，就在司机要开车之前，凤家主却按下了车窗。也是一保镖们放开了凤若，让凤若进前去。凤若大喜，甩开了保镖，赶紧上前去。妈，你相信我了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妈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爸，还没有时间调查，只要妈回去查一查，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凤家主看着他，冷冷的道，我知道你和郑华都是被算计的。凤若更喜，就知道以养母的智商啊，不可能猜不到的。但那又如何？就能让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吗？凤若的期盼一下子冷却。妈，凤若红了眼，她比谁都痛苦好不好？这她失身给一个老头子呢？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身上既没有流着凤家的血，也没有郑家的血。你不是我和郑华的女儿，可是我是爸妈养大的呀。曾经呢，爸妈视我为掌上明珠，疼我爱我宠着我。凤家主冷笑，那是我们被你亲爸蒙骗了，你要怪就怪你自己的亲爸，怨不得我。不是亲生的，始终不是亲生的。郑一帆是我亲生的儿子，他的妻子是我的长媳，为我生了几个孙儿女的长媳妇，那就算是他算计了你又如何？
亲与疏我区分得清楚。凤家主说完后，无视凤若煞白的脸，吩咐着保镖给他2000块钱打发他走。司机开车。他心里有气，但是在长子长媳和凤若之间选择，他肯定是选择亲生儿子的。凤若啊，他曾经在疼爱，终究不是他亲生的。那在凤家，血缘其实很重要的，也就是凤若以为那血缘不重要，以为凭着他对凤若的宠爱，有资格和凤晴争了。呵呵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凤家主的车子开走了，保镖按照凤家主的吩咐，给了凤若2000块钱，就撇下了凤若，就上了保镖车，开车离去。凤若拿着那2000块钱，看着远去的车辆，那又哭又笑的。她真的被养母舍弃了，彻底的舍弃。她始终还抱着点奢望，认为只要解释清楚，认为养母调查清楚了，就会原谅她的。错了，养母什么都清楚，但是养母选择了放弃她。大嫂也不是养母生的，但那是养母的长媳，给养母生了几个孙儿女的，比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重要多了呀。凤若忽然蹲在地上大声痛哭，她完了，哎，就真的要回到亲生母亲那边吗？不，她不想回去。哭了好一会儿，凤若停止了哭泣，她站了起来，将那2000块钱数了数，还真的是100不多100不少，就2000块钱。那过去啊，2000块钱在他的眼里都不是钱，现在2000块钱却有可能是他1个月的住宿费和伙食费。此刻的凤若比管城的宁思琪都不如。宁思琪就算没有被龙先生当成棋子养着，至少还有一个亲弟弟，每个月给他一点生活费，饿不着他。那凤若是没有依靠了，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江城，他要报复回去，报复3个嫂子。那3个哥哥都继承了郑华的色心，喜欢在外面养女人的啊，而他对他们的喜好很了解，对他们的德性也很了解，主要是他们对他还有感情的。他去勾一勾他们，他们保证会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，让他们都为他沉迷，气死3个嫂子。哦，反正他已经不干净了，反正他不是凤家亲生的孩子，跟郑一帆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只要他们给他钱养着他，他什么也不管不顾了，只要3个嫂子气死。那破罐子破摔的凤若离开了医院，站在客厅的窗前往下看的凤晴，能看到凤若追着母亲解释的情景，凤若大声哭喊着叫妈的声音，她都能听到。看到母亲只让保镖给了凤若一点钱，便撇下了凤若离开，凤晴脸上有着冷笑。看她的样子，她还是不死心的，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。站在凤晴身边的方瑶留意着凤晴的反应，他沉声说道。凤晴没有看他，但认可他的说法。他说到凤若如今能抓紧的就是3个哥哥了。我倒要看看3个哥哥在女色面前胆子有多大。方瑶帮我留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若是看到他们在一起拍照、拍视频，留下证据，我拿去给我3个嫂子看看，让他们去捉奸。最好3个哥哥为了凤若跟老婆离婚，惹怒老母亲，就不用他明着出手，也能让3个哥哥失去母宠，被赶出凤氏集团。就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凤家，凤晴都不想留3个哥哥在公司里。就算以后凤家不由自己接管呢，赶走了3个哥哥，以及围在哥哥们身边的那些人，海玲接管的话也能轻松不少。凤氏集团有很多亲戚帮，那些亲戚帮才是最难缠的，不将那些亲戚帮赶出公司，凤氏集团早晚会被他们折腾的倒闭。他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，不就是想架空他这个接班人，就看谁笑到最后了。我会的。方瑶看看时间，提醒得到大少爷快来了。来就来呗，要是让大哥恰好看到凤若，那才好呢。方瑶笑笑，换了话题，问着他郑先生刚才说家主的事，少主相信了？信又如何，不信又如何？那是我妈年轻时的事，
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几个喜欢的对象？我在学生时代呢，都曾暗恋过男生呢，不过是无疾而终而已。学生时代的恋情，特别是初高中期间的早恋，只要一毕业，很自然就断了。方瑶黑眸闪烁，少主喜欢过的男生结婚了吗？结了呀，早就结了，人家二胎都会打酱油了，好像是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有了孩子吧。然后他老婆休学养孩子，听到对方已经结婚，当了爸，还有了二胎，方瑶放下心来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还请我去当伴娘，喝喜酒。我见证了自己曾经喜欢的男孩子得到了幸福，自己也觉得挺好的，自然而然就放下了。那至今他都没有再喜欢过谁了。凤晴忽然扭头看方瑶，一副很八卦的样子，小声地问着方瑶：“方先生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”方瑶被母亲提前安排到他的身边，母亲跟他说，从方瑶到他身边开始，他这辈子都可以相信方瑶，方瑶也绝对不会背叛他，哪怕他以后不会成为凤家的家主，方瑶跟了他就是一辈子，不会再改变。明着暗着试探了方瑶数次后，凤晴选择了相信方瑶。方瑶不愧是专门培养来给家主或者少主当全能助理的，哇，真的是无所不能呀，就非常有能耐。凤晴想，凤氏家族虽说越来越差，但是他们老祖宗建立的培训基地是真的厉害呀。也不知道培训基地的负责人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厉害的孩子回基地，一点一点的培养成为全能助理的。还是文武双全，而且颜值也相当不错。方瑶虽不能和战家的那几位少爷比，但他的颜值也很不错了，算得上是个帅哥的。凤晴回到凤家2年了，还不知道凤家培养全能助理的培训基地在哪里。他问过亲妈，亲妈告诉他，无需知道培训基地在哪里，只要知道负责培训全能助理的人也是绝对的忠心于凤氏家族的，而且从来不与族中的人私下来往，不会偏向任何人，一心一意只会为历代家主培养一个最优秀的助理。他看过家里的财务支出报告，那又找不到为培训基地花钱的证据，但他就知道每年家族里都会支付一大笔钱出去，那一大笔钱没有标明去向，但从来没有提出疑问。那凤晴猜测那一大笔钱就是呢支付给培训基地培养人才的。哇，听说培训基地也能自给自足啊，不过家族里每年还是要支付一大笔钱，那也是告诉基地的人家族还存在，若是哪一天基地再也收不到这笔钱了，他们就会知道凤氏家族出了大问题，经济周转不过来，他们也会反过来给凤氏家族钱，让家族东山再起。这等于是那一大笔钱既是给培训基地使用，也是给凤氏家族存一笔钱，若是有一天凤氏家族出了大事，能有一笔资金周转，帮家族度过危机，保证凤氏家族代代能够传下去。凤晴都不得不佩服他们凤家的老祖宗厉害，可惜后世子孙越来越差了，在他这一代若是无法让凤氏家族重新辉煌起来，估计凤家就要跌出江城豪门之列了。凤晴不在凤家长大，没有这种家族使命感，海玲估计也不会有。不过不论他还是海玲，一旦接管凤氏家族，都会拼尽全力去经营管理好，带领着整个家族继续走下去的。少主，我们不允许动情，除非是和家主成为夫妻，因为他们知道太多事情，如果娶了妻，担心对家主不利，所以他们若是想结婚，除非家主爱上了他们，招他们上门，既当丈夫又当助理，反正他们从来到家主身边的那一刻起，一生都是属于家主的，给家主当上门丈夫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。凤晴美眸闪烁，想吐槽几句的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自有它的道理。方瑶他们在选择成为全能助理时，
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。只是呢，让他们一辈子绝情绝爱也太狠了点儿。果然啊，做大事的人都是心狠的。让他去制定家规，他是绝对想不到也做不到的。方瑶见凤晴就不说话了，他也不再说话。就他对凤晴的心思，凤晴不知道，也没必要知道，除非凤晴说出来。他爱上他了，他才能流露些许的爱意，让凤晴知道他对他依然就行。从小接受到的教育，让方瑶不知道怎么说爱，只知道默默的关心照顾着凤晴。若是凤晴以后招了男人上门，他也会真心的祝福他们幸福。而他依旧是凤晴最给力最信任的助理。以后凤晴为人母，有了小少主，那他还可以帮忙照顾小少主。这辈子他方瑶就是凤晴的，直到他的生命终结了，才能脱离凤晴。敲门声响起，进来。凤晴猜测来人是郑一帆，他并没有给大哥开门，让大哥自己进来。推门进来的人果然是郑一帆，他一手抱着一束花，一手提着一篮水果。进来看到凤晴和方瑶在客厅里，并不在房内。他问阿晴：“爸呢？”凤晴淡淡的道：“爸在里面躺着。”可能睡了吧。郑一帆朝方瑶点点头，客气的打过招呼，他便抱着花束，提着水果进入了病房里。那凤晴也跟着进去。郑华躺在床上用手机刷视频呢，声音开得挺大的，不想听凤晴和方瑶的对话也听不见，他们说话的声音都不大。他毕竟是70几岁的老人了，听力多少都有点问题，听不清楚凤晴和方瑶在说什么，干脆就去费那个劲了，自己刷视频，音量开到最大声。看到郑一帆进来了，郑华才将音量调得小声一点，说：“儿子一帆，你还真的来了。”郑一帆将果篮放下，抱着花束过来，将花束递给父亲，说道：“妈叫我过来代替阿晴，照顾一下爸，我就过来了。明天就让二弟过来。”妈说：“阿晴是个女孩子，照顾爸始终不方便的，那她不想来也得来。”哎，老母亲都开口了呀，她没有足够的胆量去反抗老母亲，况且老父亲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身为儿子的都没有在病床前尽过孝，老母亲一直在医院里守着。如果没有发生凤若那件事，就郑一帆都会以为父母这是恩爱呢。那如今呀，只有他们知道，母亲一直没有让他们来医院，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老父亲伤得有多亲，不允许他们打听那个晚上父母关上房门后在里面说了什么，那父母又约定了什么呀？郑一帆其实挺同情父亲的，这老母亲实在是太强势了，我都快要出院了，还让你们来做什么？没得误了你们的工作，跟管家说一声，让管家安排2个人过来就行的。郑一帆温声说道：“爸，你住院，我们身为儿女的，过来照顾你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应该的。”